广东知府跪在太和殿汇报政务，皇帝听得一头雾水。3000年的官话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紫禁城太和殿，天还没亮，文武百官已经整整齐齐分列两侧。一位从广东千里迢迢赶来的新任知府第一次面见天子，他跪下来，张口就开始汇报地方的政务。结果龙椅上的皇帝眉头越皱越紧，因为这位知府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皇帝大概只能听懂3-4成，剩下6-7成全都糊在了那口浓得化不开的粤语腔里。这可不是强叔瞎编的段子，这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清朝朝堂上的事情。雍正皇帝后来实在忍不了了，专门写了一道圣旨来吐槽这件事。他说每回召见闽粤两省的官员，他们那个口音简直就像在听天书。这帮人将来要是被派到别的省份去当官，连一份判决书都念不清楚，读个训诫给老百姓听，说得明白吗？老百姓听得懂吗？还怎么治理一方？一个堂堂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居然被方言给难住了。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到底是怎么解决语言不通这件事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令的传达和执行，关系到军国大事的决策和落地。今天强叔就带你把这条线从3000年前一直拉到今天，彻底讲明白。如果你平时对方言文化感兴趣，或者曾经好奇过为什么有人说闽南语就是唐朝话，客家话就是宋朝话，广东话才是真正的古汉语，那这期内容会给你一个比网上大多数说法都更完整的答案。觉得有意思的话，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点击订阅强叔讲局，强叔会持续给你带来更多有深度有料的好故事。中国地方之大，各地口音千差万别，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在古代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普通话从娃娃抓起的今天，很多人可能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放到古代，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困扰中央朝廷的大难题。面对来自两广两江的大臣们，皇帝上朝的时候，要是听不懂他们在汇报什么，轻的闹笑话，重的直接耽误军国大事。所以古代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先秦时期开始，推行统一语言的行动就从来没停过。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正音，也就是强制推行一套标准的官方语言。故事要从一个你一定认识的人讲起，这个人就是孔子。孔子是鲁国人，也就是今天山东曲阜一带。他平时跟学生聊天，说的就是鲁国当地土话，但《论语》里面记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做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孔子在读《诗经》《尚书》以及主持各种礼仪活动的时候，从来不用鲁国方言，而是切换成一种叫雅言的语言。为什么要专门换一种话呢？因为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你跟郑国人说鲁国话，人家压根儿听不懂，但只要你切换成雅言，不管对方是哪国人，立刻就能明白你的意思。雅言就是当时整个华夏世界的通行证，不管你是齐国人、楚国人还是晋国人，只要会说雅言，走到哪里都能畅通无阻。那这个雅言到底是哪里的话呢？答案是洛阳话，但千万别误会，这里说的可不是你今天去洛阳旅游听到的那个方言，而是3000年前的古洛阳语，也叫古河洛话。这种古老的语音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彻底失传了，你找不到任何一种现存方言能够完整的复原它。雅言之所以以洛阳话为基础，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权力中心在那里，东周的首都就是洛阳，政治中心的语言自然就成了全国通行的标准音。那雅言最初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得从西周的政治制度说起了。周武王灭掉商纣之后，建立了以镐京为中心的周王朝。为了管理广袤的东方疆域，周王室大规模分封诸侯，把自己的子弟和功臣派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这些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虽然可以按当地风俗习惯来治理，但在祭祀周天子、朝见周天子、参加诸侯会盟等正式场合，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必须使用周王室的语言。这就是雅言的由来。雅这个字在古代就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统的语言，是王室的官方用语。周天子通过这套语言规范，把自己的权威从镐京辐射到了整个华夏大地。后来诸侯国之间搞外交活动，彼此谈判缔约，用的也是雅言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的权威已经衰落的不行了，但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崩盘，那就是雅言在外交场合的标准地位。齐国、楚国、晋国这些大国举行会盟的时候，各国代表坐在一起谈判缔约，说的还是雅言，
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能用雅言跟各国的君主和士大夫顺畅交流，因为雅言在当时相当于整个华夏世界的通用外交语言，就像今天英语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一样。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将彻底改写这套语言格局。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干了一件影响后世2000年的大事，书同文，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驰道也修起来了，全国各地之间的联系一下子紧密了很多，人员物资开始频繁流动。但有一样东西它没有强制统一，那就是口音。不过不管也不要紧，因为官僚体系自身就会产生压力。你一个楚国人到咸阳去当官，不学说关中话，皇帝听不懂你的奏报，你这个官也就做到头了。所以官话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靠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官僚系统内部的生存压力。自发催生出来的语言趋同，秦朝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书同文这项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有了统一文字，即便各地口音天差地别，写下来的东西大家都认得，政令能传达，文化能延续，这就为日后更深层的语言统一埋下了最关键的种子。汉朝继承秦制，定都长安，长安话自然成了新的标准。汉武帝开通西域，派张骞出使万里，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使节和商队，在外交场合使用的也是官话。汉朝还迎来了一位影响深远的远方来客——佛教。佛教从印度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大量佛经需要翻译成汉语。翻译师们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中，创造了一大批全新的汉语词汇。世界因果轮回觉悟，这些我们今天张口就来的常用词，全都是佛经翻译的产物。他们通过寺庙的传播，慢慢渗透进了老百姓的日常口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然后天下大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被胡族占据，大批中原士族仓皇南逃，他们把洛阳正音带到了长江以南，和当地吴语发生了碰撞融合。南朝的都城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依然以说洛阳话为荣，觉得那才是中原正统的声音。而北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五胡乱华之后，匈奴鲜卑结低，羌各族大量涌入中原地区，他们的语言和当地汉语发生了深度的接触和融合。这次碰撞是汉语发展史上极为剧烈的一次变异，直接塑造了后来整个北方话的基本面貌。就这样，从春秋战国到隋唐，这上千年间，古老的洛阳雅言经历了无数次的碰撞、融合和变异，和古吴越语等其他方言不断混合，慢慢演化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形态。语言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中古汉语。如果你能穿越回大唐长安，站在朱雀大街上听李世民和房玄龄、魏征他们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发音和今天的普通话差异巨大，倒是跟一种今天还活着的方言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猜猜是哪种方言？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闽南语。不过先别急着下结论，相似不等于一样。闽南语绝对不等同于中古汉语，为什么会相似呢？答案很直接，是人带过去的。唐高宗年间，有一对父子叫陈正和陈元光，他们率领中原大军进入福建平定叛乱。打完仗之后，这支部队没有班师回朝，而是就地扎根，在闽南开荒、屯垦、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把嘴里的中古汉语带进了闽南的山水之间。到了公元885年，王朝王审知兄弟又率大军杀入福建，围剿黄巢起义的残部。打完仗之后，同样留下不走了，又一大批中原人涌入闽南安家落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原移民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涌入，人数渐渐超过了本地的闽粤原住民，反客为主。他们带来的中古汉语和闽粤土著的古老方言搅拌在一起，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酵，才酿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闽南语。所以闽南语里确实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语音化石，但同时也掺进了闽粤先民语言的底层成分，是一杯混合了好几种原料的陈年老酒。只能说跟中古汉语相似，不能说它就是中古汉语。除了军队移民，隋唐时期还有一条更隐蔽但影响更深远的语言传播通道——科举。每年科举考试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从帝国四面八方涌入长安。唐朝把隋朝草创的科举制打磨得越来越成熟，每年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涌入长安复考。这些举子们在长安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甚至一整年。他们在长安的日常生活中必须使用长安官话跟当地人交流，去酒楼吃饭要用，逛东西市买东西要用，跟房东打交道也要用。更关键的是，
进士科有面试环节，考官当面提问，口音浓到对方听不清，哪怕文章写的花团锦簇，也很可能被扣印象分。这就逼着全天下读书人，不管老家在哪儿，都得学长安腔。唐朝的国子监更是语言大熔炉，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汇聚于此，博士们用标准官话授课，学生们日常交流也必须用官话。等这些人学成毕业，被派到各地做官，又把长安官话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帝国各个角落。科举加国子监就是唐朝推广标准音的2台发动机，然后一场浩劫把一切打乱了。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烽火以惊人的速度吞噬了整个北方，长安沦陷，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大量北方百姓为了活命，拖家带口拼命往南跑。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惊人的人口大迁徙之一，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都极为罕见。这些南迁的中原人，把自己嘴里的语言习惯像种子一样撒在了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的土地上。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人口大幅增加，中原汉语和南方土话在碰撞中加速融合。今天南方方言里保留的古汉语特征，相当一部分就是那场大逃亡留下的化石。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远没有。接下来每换一个朝代，标准音就要换一轮牌，而且每一轮换牌的背后都有一段战争迁徙和语言融合的故事。来到宋朝，赵匡胤定都开封，开封话坐上了标准音的位子，当时叫宋音，也叫中州音。同样需要提醒一句，宋代的开封话和今天的开封话隔着1000年的变化鸿沟，两者之间的差距比你想象的大得多。而这种中州音和今天的客家话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亲缘关系，原因和闽南语的故事如出一辙，还是战乱，还是南迁。靖康之耻后，大批中原百姓士族再次涌向南方，其中一部分人辗转迁徙，经过江西，穿过福建，最终在赣南、闽西、粤东的崇山峻岭中落脚。他们自称客家人，客居他乡的人。这些客家先民把中州音随身携带，在南方的山区里代代相传。虽然在传承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沿途各地的方言成分，中州音到了客家人嘴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但骨子里的中原腔调至今依稀可辨，所以二者只是相近，并不完全一样。宋朝推广官话有2招特别厉害，第一招是制度逼人。宋朝的文官制度空前发达，官僚体系的规模比唐朝膨胀了好几倍，而且官员的流动性特别强，朝廷实行的回避加上频繁调动的制度，逼得一个官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可能要在7、8个不同的省份轮转任职。每到一个新地方，你不说官话，连衙门里的文书小吏都没法跟你配合，政务根本推不动。所以宋朝官员学官话的积极性是历朝最高的。第二招更妙，让市场来干。开封和临安都是世界级大都市，城内挤满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商贾和手工业者。你是福建来的茶叶商人，隔壁摊位是山西来的布商，你的顾客可能是四川来的盐官。大家要在一起做生意，就必须找到一种谁都能听懂的话。商人为了赚钱不得不学，顾客为了买东西也不得不学。这种经济利益驱动的语言传播，有时候比朝廷命令还管用。宋朝还贡献了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发明——活字印刷术。毕生发明泥活字之后，书籍产量大增，价格大降。原来只有豪门大族才读得起的书，普通读书人也能买上几本了。这些书里用的全是规范的文言文，读书人在反复诵读背诵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被标准音影响。宋代官方还编纂了广韵、集韵这些韵书，等于给全国读书人发了统一的发音字典。然后北京登场了，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蒙古统治者对汉语的态度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他们需要汉语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但自己说不太利索，于是朝堂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一种带着浓重蒙古腔的汉语成了官场通行证。底下汉族官员为了跟蒙古上司沟通，也主动模仿这种口音，久而久之就成了元代官场的实际工作语言。元朝还设了蒙古自学，一方面教汉人学蒙古文，一方面教蒙古人学汉文。这种双向的语言教育，客观上也促进了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元曲里大量的口语唱词、对白也可以证明，当时的北方官话
和我们今天的普通话已经有了不少相似之处。元朝国祚虽短，但在语言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转折。从此，北京方言走上舞台，中央再也没退过场。明朝开国定都南京，南京官话成了标准音。后来，朱棣发动靖难，夺了侄子的皇位，把首都搬到了北京。搬家的时候，从南京带走将近40万人。官员、士兵、工匠、家属浩浩荡荡北上，这个数字比当时北京原有居民还多。所以，明朝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官话在北京反而是主流，北京本地话倒成了少数派。不过时间久了，南京官话和北京当地土话发生了混合变异。到明朝末年，北京地区的语言面貌已经和纯正的南京官话有了不小的区别。朱元璋虽然自己读书不多，但在教育上下了狠功夫，全国建了超过4000所社学，让普通百姓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教书先生多从南京、北京培训后派出，教学用统一教材，统一读音，孩子从启蒙就接触官话，这比靠科举倒逼高明得多。因为小孩学语言的天赋远强过成人，6、7岁打下的官话底子受用一辈子。明朝还有个意想不到的传播渠道。太监，明朝的宦官权力极大，他们遍布全国各省，担任镇守太监、矿监、税使各种差事。这些太监不管来自哪里，入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学说北京官话。他们被派到地方上之后，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和商人百姓做买卖，满嘴全是带着京腔的官话。太监们走到哪里，北京话就跟到哪里。就这样，在无形之中把北京官话的影响力渗透到了帝国的毛细血管里。到了清朝，公元1644年到1912年，这268年的时间里，北京本地土话混合了满语，混合了南京官话，混合了各地外来人口的方言，各种口音相互碰撞融合，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这就是北京官话。而这个北京官话正是我们今天普通话的前身。然后到了清朝，也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满族人入关之后，面对一个巨大的语言困局，他们自己的母语是满语，但统治的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帝国。朝堂上下，地方各级衙门使用的都是汉语。顺治和康熙两朝，朝廷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并行，重要公文都要满文、汉文各写一份。但到了雍正即位的时候，满语在宫廷和官场上的使用已经大大萎缩，汉语官话事实上成了绝对的主导。而雍正之所以那么急迫地推广官话，除了自己听不懂闽粤官员的口音之外，还有一个更深远的考量，他需要通过语言的统一来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认同。雍正是个极度务实的皇帝，开头我们讲过他的那段著名吐槽，他曾经公开抱怨说，每次召见闽粤两省官员，他们那个口音简直像在听天书，这帮人将来要是被派到别的省去当官，连判决书、训诫都念不清楚，老百姓怎么听得懂？但光吐槽可不是他的风格，他是那种说完立刻动手的人，圣旨直接砸到闽粤两省总督巡抚的案头，命令非常明确：第一，聘请能讲标准官话的教官；第二，在两省各地建立正音书院；第三，所有童生、秀才、举人限期8年学会官话，学不会的禁止参加科举。最后这条才是杀手锏，科举是寒门改命的唯一通道，不让考试等于斩断整个家族上升的路。这个利害关系一亮出来，比任何劝说都管用。但推行官话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古代中国是个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窝在自家村子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方言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一个福建山区的农民，他可能这辈子都不需要跟外地人说话，你让他学官话，他图什么呢？这就是雍正把科举和官话绑定的深意，他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不得不学的理由。而对于那些已经做了官的人来说，官话说不好直接影响仕途，正音书院就是给这些官员和准官员开的强制培训班，学不好就不让你考科举，不让你升官。雍正还有一盘更大的棋，他把康熙的圣谕16条扩写成洋洋万字的圣谕广训，要求全国各地设立宣讲场所，每月固定2次，由地方官当众向百姓讲解。这里有一个巧妙的连锁设计，清朝回避制度规定地方官不能在本省任职，一个河北人在广东当知县，根本不会粤语，只能用官话讲，百姓为了听懂官府讲的内容，也不得不跟着学官话。官话学习就这样从官僚层一路往下渗透到了普通老百姓，连做官无望的普通百姓也被卷了进来。
覆盖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大概是先秦以来波及面最广的一次正音行动了。1728年，雍正又专门下了一道关于正音的圣旨。这道圣旨的内容非常具体，连细节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教官怎么选拔，薪水发多少，教材用哪本，穷学生怎么申请补贴，办不好的地方督府怎么追责。雍正专门说了，福建、广东两省的人说话最难懂，这两省的督府必须认真办这件事。如果办不好，督府本人也要承担责任。这种把语言学习和官员考核直接挂钩的做法，在之前的朝代是从未有过的。正音书院的教学也很系统，教官用正音撮要、官话指南这些课本，从最基础的发音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纠正，还配了大量的对话练习，让学生在模拟真实场景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官话。在雍正的强力推动下，闽粤两省迅速建起几十所正音书院，每县至少一所。教官由省里统一选派，俸禄由官府发放，家境贫困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补贴。雍正为了确保政策能够落地，还派专人到各地检查办学情况，发现问题就责令限期整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主导的大规模标准语言培训工程，效果怎么样？快进到100多年后，1867年，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记录到，官话已经覆盖了将近4%的中国人口。在一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农业帝国，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而种子很大一部分是雍正种下的。清朝200多年里，北京简直就是一口语言的超级大锅。清朝初年，八旗军队驻扎在北京内城，这些旗人说的是一种带有东北口音和满语底层影响的汉语。与此同时，大量的汉族官员和商人住在南城，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北方人居多。此外，还有从南京一带迁来的工匠艺人，从山西来的票号掌柜，从山东来的码头苦力，从各省赶来的应试举子，这么多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共同生活了几百年。他们的语言在这口大锅里不停地翻滚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终熬出了一锅崭新的汤。这锅汤就叫北京官话。它既有北方话的简洁明快，又吸收了南方话的一些词汇和表达方式，还保留了满语的痕迹。满语给它留下了一些词汇遗产，我们常说的胡同、哈喇子、墨迹、咋呼，这些北京人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词，追根溯源全都来自满语。还有一些语法结构上的影响，比如北京话里的把字句用的比其他方言多，据说也跟满语的语法结构有关。南京官话对北京官话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发音上。明朝的南京官话是有入声的，后来入声在北京话里逐渐消失，但消失的过程非常缓慢，一直到清朝中期才基本完成。所以清初的北京话其实还保留着一些南京官话的发音特点，后来才慢慢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这个北京官话就是今天普通话的直接前身。民国成立后，语言标准化正式提上了国家议程。1913年，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南方代表和北方代表吵得不可开交，北方派主张以北京话为准，南方派坚持保留入声和一些南方方言特点，最后各退一步，搞了个兼顾南北的老国音。这个老国音是一种人造的标准音，兼顾了南北方的特点，但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然语言，推行起来举步维艰。到了1924年，政府痛下决心，直接定北京语音为标准，这就是新国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推广力度前所未有。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和拼音方案，让每个孩子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学普通话。广播电视把标准的语音送进千家万户，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必须使用普通话交流。几十年下来，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人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方言区之间的交流障碍在年轻人当中已经基本消失了。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情。但硬币总有另一面，普通话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方言的退潮。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方言的传承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语言学家们对此忧心忡忡，因为方言不仅仅是一套交流工具，它还承载着大量的地方文化信息。一个方言的消亡意味着依附在它身上的无数民间故事、俚语、
歌谣、戏曲和文化记忆也跟着一起消失了。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年来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方言，比如在地方电视台开设方言节目，在学校开设方言选修课，各种民间的方言保护行动也在推进。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两者完全可以共存共荣。那么最后回到那个争论了无数次的问题，广东话是正宗古汉语吗？闽南语就是唐朝话吗？客家话就是宋朝普通话吗？答案是都不是，但都沾边。古汉语就像一棵古树的种子，被风吹到了不同的山头，在不同土壤、净都山头、不同气候下长成了形态各异的树。每一棵枝干纹理里都隐约保留着老树的某些特征，但没有任何一棵能完整复刻那棵原始古树。闽南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8声调系统，这在古汉语研究中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很多唐诗用普通话念已经不押韵了，但用闽南语一读韵脚严丝合缝，这些方言都是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保留了宋代中州音的一些声母特征，是了解宋代语音的重要线索。广东话则完整保存了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就是那些以 PTK 收束的短促音节，在普通话里已经彻底消失，但在粤语里至今鲜活如初。不过它们自身也经历了漫长演变。闽南语里有文读和白读2套系统，文读接近中古汉语，白读则受到闽粤土著语言的影响更深。客家话在千年的迁徙路上一路吸收了沿途各地的方言养分，广东话的底层更是混入了大量百越语的词汇。所以方言和古代官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谱系，不能简单的画等号。古汉语和今天各地方言的关系，就好比是一棵古树和它散落各地的后代，每个后代都只继承了古树的一部分特征，同时又发展出了自己的新特征。没有任何一种现存方言能直接等同于古代某个时期的官话，它们都是古老语言基因和地方土壤交叉繁殖的结果。纵观几千年，有一条规律非常清晰：凡是中央集权强盛、官僚体系高效运转的朝代，官话的推广力度就大，语言统一的程度就高。凡是天下大乱、中央权威衰落的时期，地方方言就会迅速发展分化，语言差异就急剧拉大。语言和权力从来就是一对共生体，统一的语言有利于统一的治理，统一的政权又反哺语言的统一。这个循环从周天子的雅言一直转到了今天的普通话。雍正推广官话的本意是为了自己能听懂大臣汇报，是为了推行教化，但客观上却为后来中国语言的统一打下了重要基础。古代皇帝面对满朝方言各异的文武百官，能够维持国家正常运转2000多年，靠的就是这套不断演变、不断完善的官话体系。从先秦的雅言到隋唐的中古汉语，从宋代的中州音到明朝的南京官话，再到清朝的北京官话，每一代标准音都在为跨地域的沟通提供着最基本的保障。如果没有这套体系的支撑，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统一和整合。最后补一个细节，可能会让你对古代官场多一分理解。古代朝廷对口音这件事儿其实有一定容忍度的，并不是说口音稍微重一点就做不了官。历史上很多有名的清官能臣都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治理一方。朝廷看重的始终是政务能力和品德操守，口音问题只要不影响基本交流，一般不会被揪着不放。但如果口音重到同僚百姓都完全听不懂，那确实会影响工作。这也是雍正专门点名闽粤两省的原因，因为闽方言和粤方言跟官话的差距确实是所有方言里最大的。换个角度看，他推广官话也是给闽粤读书人打开一扇门，一旦掌握了官话，就能在全天下任何地方参加科举做官，不再被方言这堵无形的墙挡在外面。3000年了，从镐京到洛阳，从长安到开封，从南京到北京，标准音的接力棒一代传一代，每一棒都在为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搭建一座跨越山河和方言的桥。如果没有这座桥，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可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统一和整合，中国的历史恐怕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好了，今天强叔把古代标准官话的来龙去脉，从先秦雅言一路讲到了今天的普通话，还重点拆解了雍正皇帝推广官话的手段和影响。如果觉得强叔讲的还算透彻，别忘了长按点赞，强烈推荐，把这期分享给更多朋友。历史的长河里，
还有无数藏在细节里的秘密等我们去挖。记得点击订阅，强叔讲局，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